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让我认识了好演员程毅。我是一个不怎么关注娱乐圈的人，办公室里八卦明星，我也从不参与。那些把小姑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所谓帅哥也丝毫不能打动我。在我眼里，男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不来自于肉眼可见的皮箱，而更多地来源于他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。所以我欣赏一个演员，首先是他在演技上能征服我，如果他的颜又恰好常在了我的审美上，且三观与我契合，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真爱了。比如今年夏天爆火的程毅老师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莲花楼之前真的不认识程毅，看莲花楼也是机缘巧合，恰好我有一个很长没有工作的暑假，恰好我有些浮躁不想看书，恰好当时其他的在播剧都不合我胃口，恰好我看过原著，恰好我喜欢看悬疑探案类型的，恰好我有爱奇艺会员，虽然里面的演员我都不怎么认识，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点开了。然后我的假期就被程毅毁了。莲花楼到目前为止完整的刷了3遍，时不时点开 N 次，又把原著翻出来重温了一遍。带入程毅版的李莲花很是舒适。现在李莲花已经取代《琅琊榜》梅长苏，成了我心目中古装角色第一了。接着琉璃沉香如屑底线统统拿下。现在每天坐等南风知我意，断更的那几天急得抓耳挠腮，坐立不安。只有通过 N 刷莲花楼来缓解，还抽空看了他的采访和综艺。然后程毅老师这个人在我心中的印象日渐清晰。在我心目中有好几个程毅，既割裂又统一。第一个是戏中的程毅，看他的剧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，他总能让我完全沉浸在戏里，他塑造的角色仿佛有魔力一般，让我随他一起大哭大笑，并且看完之后久久走不出来，无限回味他在戏里的表情、眼神、台词、小动作，仿佛我已化身他身边的一个隐形人，陪他一起经历剧中的喜怒哀乐、恩怨情仇。这个男人的演技怎么这么好？我猜他一定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否则人物刻画怎能入木3分，情感把握怎能精准到位？但是我错了，他在采访中说他的专业来自于他的信念感，相信此时此刻你就是那个角色，言行举止就是那个角色该有的样子，所以不用演。是啊，和角色融为一体，自然流露才是最高级的演技。难怪他在莲花楼演唱会上和小宝互换角色的游戏里也能1秒入戏，眼含热泪。我觉得他除了10几年如一日的努力之外，他是有天赋的。有很多演员在戏里都能看到他们戏外生活中综艺中的影子，但是程毅真的没有，一丝丝一点点都没有。这真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怀疑他身体里有个按钮，只要导演一喊 action， 这个按钮就瞬间启动，演员程毅就如灵魂出窍般从他体内抽离，那一刻他就是柔和的冷漠敷衍的李莲花，害羞又深情执着于救赎爱人的司凤，被天条禁锢痛苦不堪的应渊，略带羞涩调皮毒舌却敢爱敢当的唐周，爱情和天下都不会放手，纯粹疯狂有野心的玄烨，正直敬业聪明，聒噪起来还挺可爱的周易安，懂世故却依然选择保持天真纯善的傅云深。可他从不将自己困于角色中，也拒绝违心的炒作。于他而言，完成角色塑造就已经圆满，跳出上一个角色，迎接新的挑战，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。第二个是参加综艺的程毅，这些不是他的舒适区，只是他需要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依旧认真对待，很认真，却总是力不从心，听错题目，误解规则，拿错话筒，手忙脚乱，局促不安，反而比故意做综艺效果的人更搞笑。可是自然流露的小笨拙总是比刻意展现的小聪明更可爱更动人，不是吗？他不会藏拙，
敢于露怯，是他天性的单纯，也是他自信的流露。我是一个演员，在专业领域我很厉害。第三个是接受采访时谈起角色的程毅，这时的程毅是两眼发光、浑身散发着自信又谦逊的魅力的男人，很难相信这时的他和综艺里的他是同一个人。说到对角色的理解，他总能侃侃而谈，滔滔不绝，用词准确精炼，表达能力极佳。这是他研读剧本、深耕角色的结果，也是他作为演员专业性的体现。在法医初入职场那个真人秀里，程毅的表达也是可圈可点的。他思路清晰，表达有逻辑，还不经意地表现出了他对女孩子的尊重。四个是实际生活中的程毅，我无法了解真实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，但从他的采访可以窥见一斑。他足够成熟、理智、清醒，在戏外总是尽量和喧嚣的外界保持距离，很少玩手机上网。闲暇喜欢喝茶、钓鱼、发呆、健身。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，能如此生活，靠的不是自律，而是天性使然。我猜他是内向的性格，需要安静的独处来积蓄内心的力量和得到真正的放松。这是一个好演员必备的，与自己和谐相处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才能让一个人深度思考，具有更强的共情力。常年沉溺于网络喧嚣是会让人丧失专注力和耐心的，这对于任何领域的成长都是大忌。他谦逊感恩，每被提及他的成功或剧的火爆，他总是把自己隐身于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之后，强调导演的才华、武术指导的辛苦、工作人员的付出。这种谦逊不是装出来的，装出来的谦逊仅限于语言，眼睛骗不了人。相由心生，程毅的眼睛总是清澈透亮，即使如今大火，在他身上依然看不到恣意张狂与得意忘形。我看到有人说程毅人前唯唯诺诺，没有人格魅力，我笑了。我只想说，一个人的谦虚且自信是不需要通过虚张声势、张牙舞爪来展现的，他是平静且柔和的，无需争抢，无需证明，不被他人评价左右，不活在他人的目光与期待当中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难得。他知行合一，有大智慧。他说他只想演好每一个角色，活在当下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难做到，更何况是身处繁花迷人眼的娱乐圈。但是他真的做到了，早年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，如今没有因为成名而迷失。拍戏中受伤，被无辜网暴，他从不卖惨，他说这些都很正常，他说都还好。他对于逆境的钝感力是他成为好演员的底气和为人的大智慧。他说要永远20岁，一直努力，一直有进步。他的话不多且朴实，但被他说出来就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，所以我总是相信的。这几个不同面的程毅组合在一起，成了今年夏天走进我心坎里的那个简单纯粹的好演员。一路走来，他和角色相互成全，他用心揣摩演绎角色，而角色也反向滋养了他。演绎一个角色和读一本好书一样，只要用了心，灵魂是会升华的，继而面相和言谈都会改变。这也许就是现在的程毅和早年比起来更温润如玉、儒雅翩翩的原因吧。对程毅老师，我只有祝福，没有期许。他以前很好，现在也不错。